比特币冲高回落之后，下一步会到什么价位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周线来看，我们先从大级别来看。那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呢，我们已经突破了3万的阻力了。我会认为，只要我们在3万之上呢，突破了3万啊，确认突破3万，那我们应该做的是逢低多，也就是我们应该以多头的思路来看待整个盘面啊。这就有点像我们当时呢，在突破了6000之后呢，如果我还继续空头的角度看待整个盘面跟操作的话呢，那肯定就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上一轮的周期当中呢，我们啊牛市或者说这种很大级别的上涨，它是从2020年的10月左右，10月中才开始的。我会认为是我们突破前高点的时候呢，才开始的，可能要到2020年的10月中，或者说中下旬的位置。那如果我们整整抓4年，4年过后，也就是在2024年的10月左右呢，我们才会迎来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牛市。那这才是我们等待的。其实我们减半呢，蛮早之前就发生了，5月就发生了，20年的5月是根红色的线，大概是5月11号吧。那你可以发现，即使我们减半过后呢，我们也只是它还是有震荡的行情，它并不是说减半过后就立刻开始上涨，甚至中间还有一段比较大的这种下跌，12.45%。那我会认为我们现在呢也会走成非常类似的行情。我们这一次是4月减半嘛，那我认为至少我们真正这种这么狂暴的上涨，它很有可能也要等到10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它才会出现10月中下旬大概在这种位置那其实我们到10月中下旬呢，大概还有1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是11月1号嘛。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我们之前呢这段上涨，从2019年的18年的年底呢，到19年中左右的这段上涨呢，如果我们搭配当时美联储的利率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它刚好是在平台期，也就是利率它并没有再继续增加了，当然也还没有减少，就是我们在平台期稳定通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比特币它就开始不断的上涨那直到我们利率开始往下降的时候，我们比特币呢它就开始往下走了，甚至我们中间还出现了一度非常非常大的回调，大家也知道就是312嘛。那我们当时呢，大约就是在2019年的年中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下跌了，或者说开始走这种下跌的趋势，开始走回调。那走回调的时候呢，也是美联储开始在降利率的时候。那当时我们在这段大幅的上涨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利率的平台期，就是它没有在增加，也没有在减少。那其实我们现在呢，也就正处于利率的平台期。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自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加息的轨迹。我们上一次是没有加息嘛？那上次它加息了1码，上次是没有加息。其实我们现在就正在这个平台期当中，而且我们这个平台期呢，它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那当然呢，我们等一下呢，我们会迎来我们下一次的宣布 FOMC 的会议嘛，也就是在2点的时候，半夜2点，大概离现在3小时离我录的时间大概是3小时之后。那我们等一下，你很有可能会为大家做一场直播。其实直播的重点呢，并不是说，我们利率会出现不一样的变化，或者说会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认为就是不会加，当然也不会减少，还没有那么快，就是不会加。那不过我们可以聊个天，因为最近也算是有一段行情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段平台期呢，就是它不会加也不会减的这段时间呢，它会从我们上一次从10月多的时候呢，然后一直持续到5月初，大概4月底5月初的时候呢，但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平台期。那我也会认为我们这段时间呢，就跟我们上一轮一样这个时候比特币呢，它应该是要处于上涨多头的走势当中那直到我们开始降息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回调，甚至出现这种大幅的洗盘轻杠杆的行为。那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其实它跟我们几个时间点呢也是吻合的我们之前有谈到过，3月中旬的时候呢，我们会最终宣布贝莱德的现货 ETF 它能不能转换，它能不能正式的上线。那其实跟我们的平台期也是差不多的就大概在3月中之后，如果我们到达这段的终点的话呢，那基本上我们在利率不动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走多头的。那我也会相信，我们从现在呢一直到3月中旬我们会走出一段多头，直到3月中旬的时候大概这个时候结束。那跟我们利率它的不加息也不减的这个时间呢，也是相同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减半呢，我们上次的减半是出现在2020年的5月嘛，我们这次会在4月，会提前一点点。
那我们中间呢就有一个空档啦，这个空档呢大约会落在3月中，3月15号，一直到我们第一次降息是6月中，3月中到6月中的这段时间呢，我们非常有机会哦。其实我们可以看，我们是拿利率说话嘛，然后我们也是拿历史说话，上一次就是这样走的。我们很有可能呢，我们在3月中到6月中的这段时间呢，我们会有一次回调。那这次回调呢，我们就是我们这波多头走完嘛，那回调之后呢，哇，我们可以再抄一次底，然后我们再来吃到我们下一段大多头级别的行情。当然了，你可能会说，我们狂暴的上涨是到10月才开始，但这不影响我们在3月中到6月中的那一次下跌，可能的下跌当中呢，然后我们去抄底。所以，我们其实离减半是还有一段时间的，但我认为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月呢，很有机会可以走出一段很不错的多头。好，那我们来看到4小时吧。4小时的话呢，它直接切来我们操作的级别了。从现在来看，它来了一个冲高回落嘛，那我们冲高是回落了$1000，1000美金在短期来看，这也不是一个小的波动哦。这$1000美金呢也有3%，3%其实也不小了。就短期来看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呢，它现在是跌破了形态，确实啊，形态这个东西呢，挺基本的，但不代表它就不好用。那它比这个阻力啊，比较贼的地方就是它把前高给突破了。我们这个点位呢，它是我们看一下哦，它是35200嘛。我们来看一下35200，那我们在前面呢，基本上就是35100多，35144，35157。当然了，这个是现货的价格。其实现货的价格呢，或者说现货跟合约啊，它出现价格不同的时候，就是有极端行情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前高呢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准确了。如果我们看到合约的话呢，我们前高可是在36700呢，那我们现在这个差值离前高还有很长一段的距离啊。所以当我们出现这种价格不同的时候呢，这个前高它就共识性就不会那么强。那当然，我们这里的回落呢收的这么丑啊，它对于多头也是有一定的冲击的。尤其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现在呢做多的人是很多的。你可以看，包括几间比较大的交易所啊，主流的交易所，它都是呈现费率比较正的情况下，那就表示做多的人啊，这一群人他们下的仓位就比较大了。OK， 那这个时候行情至少不是说不一定会涨，但是它至少就不会暴涨。暴涨就是在资金费率正的时候呢，就会比较难出现偏离基础费率的时候就会比较难出现。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其实回落我相信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因为我现在呢也还有限价单是挂在比较低的位置。那如果说我们还能回来吃到的话，那我就会认为非常非常的完美。我在看的位置呢，如果说它这次回调的比较深的话，当然回调的比较深，我们抄底才会有利润空间嘛，才会有一个安全的距离大概在33000到32500之间。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可以买到现货，或者说有多单的话呢，那我就会认为非常非常的完美了。那我们会不会在日线上我们去回踩前面的高点呢？其实有时候可回踩可不回踩。那回踩的几率呢，大概就是1/2吧。如果说回到32000的话，1/2不一定会到，但是如果说到的话，那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说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呢，你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而且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你不用交易，你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然后你拿到现金之后呢，你再把这130美金全部提币也可以，完全没问题。那现在呢 ，OK。不好意思，没有 OK。Big Gap， 你只要 KYC 就送你20美金的体验金，然后还有剩下的活动，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认为 Bybit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这是现金，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的。好，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